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老李头测评。今天是大年初一，也祝兄弟们新年快乐。这款作品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但是他们这家品牌呢，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就是来自于明朝工作室神武后军这一个系列里面的银官人岳云啊，岳飞的这个长子，非常勇猛的一个角色。他们家呢，之前我了解的也不是太多啊，但是呢，我知道都是以写实风的一个还原度啊比较出名。他们家后续的产品呢，我也觉得起码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面雕也是有重新精进的。然后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款啊，在年前这个出货的一款1:6的可动人偶，咱们来瞧一瞧。首先咱们主体呢就已经直接拿出来了，非常这个甲我说实话非常的重，而且细节非常的拉满，我觉得是之前有很多欧甲、日甲这种东西，对不对？玩的也比较多了，国甲，我第一次把玩，而且确实精细度完全不输于其他这种风格，很有质感而且细节很满。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当然来看一下这一颗头雕，这颗面雕的话呢，我个人觉得细节方面还是少了一点，而且这个价位现在二级市场也有3600多的这个价格，这么贵的价格它没有给到可动眼，这是比较可惜的。这玩意不是说必须要有但是你这个3600块的这个价格的话，有一点点说不过去了又不是1000多块钱或者是2000左右的这个产品，对吧？然后整个面雕的这个，我觉得这个风格还是不错的，不像其他的一些咱们看惯的一些比较帅的或者是魔改的对不对？比较符合现代审美的那一种面雕吧但这个我感觉更加的写实拿到手以后就感觉就是当年这种风格的人的这个长相就差不多这个样子非常像。然后咱们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外甲，很重，而且细节很满。我们可以近距离看一下它这个胸甲上面的这些鳞片，我一片一片全都是单独的摸上去很有质感，而不像给你一个或者一个胶甲敷衍过去这个就是用料非常足整块的这个在灯光下这些绑成的一些细节，包括胸口的这一块质感是非常好的，而且在你没有打理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对不对拿出来，就是一个非常板正的没有任何的一些问题稍微有点斜呢自己拉一下就行了，所以这一款打理起来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背部咱们也可以看一下，所有的这些绑绳细节都做得非常的还原，包括这个腰带不是塑料也是一个铜制的，精细程度真的是让我很哇塞这款作品在我新年里面做的第一期节目就让我做到那么高品质的然后包括腰部这个因为我在这方面不是很了解这个算是吞兽吗做旧的细节也是非常不错所有的这些涂装包括这个腰带都很可以。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肩胛部分，肩胛部分也一样所有的鳞片都是单独的，包括这一块也是铜的，而且是有一点活动空间的，还是非常不错然后胸甲上面这两块应该是绑这个披风的，包括脖子这里全是采用的一个铜材料，很有质感这个衣服呢，像我们这种小白就不建议你去脱掉了里面肯定是有更多的细节的，但是我不大建议去脱掉，像我们这种是肯定不行的。然后看一下小臂甲手型的这个细节涂装，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跟整个的脸部的一个细节没有太多的色差小臂甲也是这一块的话是有一点点的活动空间，这里也是一个很硬实的一个每个分件都是有做到的。
好，然后再看一下腰部这里一块虎皮，真实材料啊，摸上去这个质感非常不错，当然不是真的虎皮啊。然后看一下下方裙甲这里啊，内部细节的这个衣服、裤子啊，上面的这个祥云啊，也是涂的非常不错。里面呢是有一些造型铁丝吧，我觉得啊，我看一下啊，没有。比较厚，它不是用的比较薄这个布料，包括这个裤子，素体里面是有填充的啊，而且这一块啊，我感觉这跟之前我有看过其他 UP 主的这个测评啊，它这个素体也是用的比较好的啊，相对来说造价是比较贵的。然后看一下腿甲部分，小腿甲跟鞋面是完全分离的，这个鞋啊。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绑绳绑在上面的，也是铜片一片片的刻画上去，包括鞋的正面这些小细节啊，做的还是真的非常不错。一分价钱一分货，我觉得光这一套甲啊，这个素体整体的这个细节来说，我觉得也是3000多块钱，也是非常值的啊，不是说那种觉得哎好像这个东西也就值个2000多对吧呢？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好，然后我们来大致的看一下它的一些可动。啊，首先头部可动啊，这一块的话，虽然说啊脖子这里是一个铜甲，但是呢不影响它的这个头部可动啊，旋转的时候360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唯一比较可惜的是，它脖头是一体的，所以相对来说会稍微的可动差一点。头上这个发髻啊是单独可以拆卸的啊，它不是磁吸。包装里面的话呢，是你需要单独拿出来去安装上去的。低头幅度还行，抬头，哎，回弹了，几乎没有啊。左右侧头还行，啊，旋转是360度，没什么问题的。然后主要来看一下它的手臂的可动啊，这一块整个甲胄就是非常紧的，所以相对来说可动不会有那么的好啊。首先手臂抬举。啊，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整个素体就是比较厚实的，不是那种单薄的啊。螃蟹手的话是啊，肯定会有的，但是你稍微去折一下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前举来看一下，啊，勉强90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手肘部分啊，因为有这一个干涉啊，所以没办法做的幅度更大一点。但单纯的素体的话，它的幅度肯定是很大的。现在就是90度这个样子，啊，没有什么问题。手臂前倾也是有的，大臂旋转我来看一下啊，也有，没什么问题。手的话，它稍微涂装会有一点点油啊，在灯光下应该看得出来啊，特别是这里。胸腰可动呢，肯定是几乎是没有了啊，这一块那么紧。它靠的依然是臀部的这个地方去往下弯啊，实际上的胸腰是没有什么可动的，左右稍微有一点点吧，啊，能稍微斜一点点，侧身是完全没有固定死的，啊，这种不管是国甲或者日甲、欧甲啊，这种胸腰部分可动一般都是比较差的，这没办法啊。劈叉啊，因为有这个裙甲的干涉，啊，幅度不是很大，再大一点就回弹了，对吧？前踢来看一下。啊，也差不多已经回弹了。来看一下屈膝，关节很紧啊，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整体的这个素体就是非常紧致的，没有什么问题。脚来看一下，左右幅度有一点点，前后来看一下，哎呦，很紧啊，前后的幅度也是很小的，所以脚的这个可动稍微也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它的这个站立性是完全没有压力的。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站立性你随便站，我不用支架也能站得稳，对吧？没有什么问题。啊，整个刨开这个头雕啊，我觉得其他地方在我心里都是上乘之作，那没有任何问题。整个甲在灯光的这个打下来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很帅。好，主体方面的话呢，我们就迅速的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来看一下外包装还有配件，这一款的配件还是非常多、非常精细的，特别它还搭配了一个直发头，这你受得了吗？我们来瞧一瞧。
好了，兄弟们，首先我们当然来看一下它的外包装啊，这个外包装非常的简约啊，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有明朝工作室的这个 logo， 这边就是它的产品名称啊，武神后军银官人岳云啊，整个包装体系还是比较简单的啊。然后我这个包装呢是有损啊，可以看一下啊，这边啊都基本上都快坏了。侧边啊也有它的一个工作室的这个 logo 啊，然后如果你是全新未拆的，这边还有2个胶条啊，然后咱们来看一下背后，咱们可以看一下下方的这几个字眼啊，它上面有写那个出厂日期，还有一些详细的注意事项啊。这家厂商是在昆明的啊，这我还真的不是特别的了解。好，然后我们来打开，整个包装非常沉呐，然后它也是一个磁吸的，哎，慢慢来，哎，可以看到本次主角的一个画像啊，画的有，哎，怎么说呢？反正有点小可爱吧，啊，还行。好，然后打开以后，咱们可以看到啊，这2个牌子，然后用户指南，然后武器配件啊。因为它好像是限量的吧，啊，每个都有1张，啊，然后到这边，咱们再来看一下，哎，本次的这个直发头啊，头盔还有手型啊，我个人认为这一套国甲真的是，虽然说我测的不多啊，也没有拍过这种太多的这种国甲，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款确实是我心目当中的第一梯队了。OK， 外包装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我们现在逐一来看一下它的配件啊，都有些什么好玩的。好了，兄弟们，配件咱们来看一下啊。首先这个非常有仪式感的这个用户指南啊，也就是说明书。首先它上面可以看到，哎，有一个这个绑绳，就有点像古代的这个什么文书啊，或者是通关文牒啊这种之类的东西啊，咱们来打开，非常有仪式感。好，然后来看一下，首先，哎，这个外甲的这个穿脱啊，它全都有给你标示出来。哎，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不是这种或者是国甲或者是日甲、欧甲的这种老玩家，我建议还是不用去这样尝试啊。这个东西虽然说有说明书，但是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啊。虽然说它是真的做的非常的细节啊，所有的地方都给你写明了，然后可以看到啊，这些产品的一些名称啊，全都有啊。这个锥枪啊、短刀啊这种东西，护心镜全都有帮你注释出来，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再看一下反面，反面的话呢，这里依然是一个穿戴的一个细节。头盔跟面具啊，穿戴细节，这个头盔跟面具我真的是太喜欢了，兄弟们。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鞋跟这个小腿甲的一个安装方式，然后这边是直发头啊，包括这个紫金冠这个佩戴，它是有这个磁吸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啊。说明书主要就是讲的是这些啊，基本上都是一些安装的一些内容啊。没有说给你什么素体可动啊，或者是武器的这个搭载方式啊、握持方式，它都没有写的非常详细啊，就这么一点。好，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下配件啊。首先，先粗略看一下手型啊，包括我们主体手上我之前换上去的一个握持手以外呢，这一对握拳手，它所有的手型啊都是比较油的啊。这确实，我觉得那有条件的兄弟可以给它稍微再润色一下，这个油看上去确实有一点点奇怪了啊。好，然后又是一对造型手啊，放松的一个手型。那不管是掌心还是手背啊，都是非常油腻啊。好，然后这边又是2个手型，手型给的不多啊，一共是加上主体手上的话，一共就是4对了。好，然后重头戏啊之一，这颗滩羊毛的直发头啊，也是单独放的，里面也有个干燥剂，咱们慢慢给它拔出来。啊，这个面雕的话呢，它是跟主体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整个直发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摸上去很有质感啊。但是大部分玩家啊，对吧，都是喜欢去把这个头盔跟面具戴上去的。这个单独的直发的话呢，我个人建议啊，可以自己去搭一个素体，因为为什么？它里面还给了一套衣服，对吧？你搞个素体，再装一个这个头雕，不就完美了吗？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直发工艺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发根这里啊，胶水的痕迹会稍微的明显一点点啊。它整个面部的涂装还是可以的，但唯一我觉得是没有那么精细，让大家看上去啊，就是眼睛跟眉毛的这个刻画啊，确实稍微差了点意思啊。直发是没有毛病的，还是非常可以的。包括啊这里这根小毛啊也是做的非常不错，可以戴上这个紫金冠，而且它是一个磁吸的，这边应该是有个磁吸点位啊。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啊。好，既然说到了这颗头，咱们当然也得来看一下这个头冠，做的很细啊，也是铜材料，应该是啊，很重。这里一个磁铁啊，有点像之前我们英 art 这个大圣的那个紫金冠啊，也是一个磁吸的。安装方式非常简单，它本来就给你已经记好了，所以不用去给它弄下来。然后可以看一下啊，哎，直接吸附上去，然后你去给它佩戴上去以后，头发稍微理一下以后呢，给它系上，再给它稍微摆正一下，对不对？啊，还是非常不错的，这还是非常帅的。单独啊，这下面你可以再理一下啊，我是随便记一下，大家就单独看一下这个造型，还是很帅的，就有点这种啊古人的这种风采了，很不错。这颗头也是啊，我觉得也是值回票价的。虽然说这个面雕虽然差了那么一点点啊。好，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其他的配件啊。首先，它是给了你一整套的一个替换件的一个衣服啊。首先这个袜子，对不对？这个靴袜啊，也是需要你自己去绑的啊。然后单独的一个靴子，这个材料应该是真皮啊，摸上去非常舒服，很有质感啊。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你单独的去配一个素体了。然后这边会有整套的这个内搭的一个衣物啊，我们来看一下。都有些什么啊？内搭的一件衣服，对不对？跟主体身上实际上是一样的。好，然后外层，哦，很细节啊，这衣服的质感也是非常不错的。你看，一整套，再加上这颗头雕的话，我觉得就是需要你单独的去组一下的啊，去找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素体。去搭一个双造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帅的，真的非常帅。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武器配件啊，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首先这一把小匕首，哇，金属材料，包括刀鞘这里，哇，这个细节也是做的非常到位啊。来，我们来看一下最让我惊艳的地方。抽出来以后，上面竟然还有这个很有细节的这个刻字啊！可以看一下“精忠报国，誓杀金贼”。哇，在这灯光下闪的，哇，这个开刃做的也是非常的这个真实啊！我这一把真的是非常帅。开模的话，有点尖锐，把玩的时候当心啊。这一块的话还行啊，用手摸没有什么问题。我做的真的非常帅啊，这武器没得说。咱们再把它去还原上去，可以自己配在这个腰间啊。虽然说说明书上没有具体的怎么演示啊，反正这个看自己动手能力了。好，然后这两把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岳云的主武器啊，这个应该叫锤枪吧啊，很帅。它这些武器啊，这些衣物都是有出处的，就是按照出处跟文献啊来做的还原，所以我觉得非常精细。这是写实风的这种武器，就让人觉得很有意义啊。也是合金材料，锤头跟下面的这个枪柄啊、枪刃全是合金件，而且很重
咱们来细节看一下，哇，这做旧的这个风格啊，合模线也几乎是看不到的，很帅。真实的一个绑绳，看一下这个枪尖、枪头，哇，这把武器真的很帅啊！相对来说的话，是头这边的头是比较重的，下方比较轻，长度，哇，这个握把太有质感了，上面这个做旧啊，这个使用的痕迹也都完全刻画了，很帅。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把弓啊，出场的时候这个掉下来了啊，但无所谓，直接可以给它弄上去，有一些弹力，真实的一个木质的一个质感，摸上去也是很光滑很舒服。然后它配了很多的这个箭矢，看一下啊，1、2、3、4、5、6、7、8根箭头都是金属材料，很舒服。每一根的涂装都是有些不同的啊，做旧风格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它还可以搭配一个收纳啊，箭矢的一个收纳，咱们可以这样插进去，里面是有个海绵的，插上去以后去搭配在身上。然后这一个也是涂装非常细啊，当中也是一个布料很软啊，一个皮质的啊，上面的这些刻画，哎呀，太细了，真的非常不错啊！这绑在上面，而且重量相对来说没有特别重，应该不会影响整体的这个素体的这个倾斜什么的啊。好，然后这边这一个啊，收纳弓箭的应该是啊，这皮摸上去很舒服。然后这边的这个绑带啊，大家要记住，虽然说你看到是一个圆形的，你以为是直接扣上去，但实际上不是啊，它是需要一个巧劲的。首先你这样对应上去了以后，往这里，哎，这个角度你就听到咔嚓一下了。好，接下来没问题了啊，它是有一个角度卡进去了啊，不要去硬塞啊，以免破坏。做的还是非常帅的啊。这皮的材料应该是真皮啊，下方哦这一块布料摸上去也是很舒服的。好，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我个人最喜欢的这个配件啊，就是盔。哎，这个盔真的是质感非常强啊！咱们来看一下上面这个做旧细节刻画，哎呀，包括这一片片的这个鳞片，哇，上面也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绑绳，就感觉是手工一根根穿上去啊。里面也有一个防剐蹭的一个材料在里面啊，以防万一你去蹭掉这个头雕的一些漆面，很重啊，而且非常重。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面具，哇，很有质感啊！但这个面具里面就没有什么防剐蹭的一个东西了，啊，也是需要你自己去绑上去的，很帅啊！然后现在咱们就来实操一下，看看这个东西难不难绑啊！首先你必须要把这个发髻给拿下来，对不对？不拿下来不行啊，不中。好，然后来看一下这个面具戴上去，这个戴上去还是有点小麻烦啊。个人建议呢是需要你去把这个头雕给拿下来的，拿下来会稍微好戴一点点啊。抽在耳朵上面啊，然后把这个绳子去抽一下，啊，然后后面再去绑它就行了。啊，我就时间关系我就不绑了，就戴上去看一个样子，好吧？然后再把这头盔我们也装个样子给它戴上去。啊，其他的绳子我就先不绑了，整体效果，我靠，好家伙，在灯光下真的英明神武，非常的帅啊！这东西真的是可以啊，顶上这个你可以自己去打理，没什么问题啊，自己去弄一下。然后它有给到这个小镊子，还有这一罐应该是。不知道是保养直发的呢，还是保养这个甲胄的这个里面一些不明液体啊，反正打理的这个小配件它也给你送到了啊，所以非常贴心，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我现在没有去把它绑上啊，你这样戴的话也是不会掉进来，牢固度也是非常高的。
好，然后最后一个配件啊，就是一个木质的拖裆支架地台，上面有它的这个名字的一个金属标牌岳云，拖裆支架也是一个金属的啊，这木质地台很有质感，很重实的，下面有这个防滑垫啊，整体效果是真的非常不错，兄弟们。这款我觉得啊，当做我这个新年的第一期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虽然说现在二级市场的价格确实比较贵啊，但是我整体的这个把玩体验，包括做工材质，确实是非常顶的一款作品了。如果你是后续也想再入他们家其他的一些产品的话，我觉得这一款岳云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到时候全部摆在一起，国甲系列放一层，真的非常棒啊！好了 ，OK， 本期老李头这个开箱把玩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喜欢我的视频，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的老李头开箱把玩就到这里结束了，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